刷卡进入 VIP 区域，远远就听到熟悉的喘息声。我的脚步渐渐放慢，心跳却越来越快。透过训练室的玻璃窗，我看到了让我三观崩塌的画面。穿着紧身瑜伽裤的妻子赵雨欣正趴在瑜伽垫上，而那个叫做李强的私人教练正在他身后做着深蹲指导。他们的动作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健身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推开门走进去，两人瞬间分开。赵雨欣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她慌张地整理着衣服。李强倒是很淡定，擦了擦汗，张总，您太太的核心力量确实需要加强训练。我冷笑一声，是吗？看起来你们训练得很深入啊。赵雨欣站起身，强作镇定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李教练只是在帮我纠正动作。纠正动作？我掏出手机，调出刚才录下的视频。你们觉得这个动作标准吗？李强的脸色瞬间变了。赵雨欣看到视频后更是脸色苍白。张磊，你偷拍我！赵雨欣恼羞成怒。偷拍？这是我的合法权益。我收起手机。赵雨欣，3年婚姻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。他咬了咬唇，我们只是什么？只是在做瑜伽。我打断他，你当我是瞎子吗？李强这时候插话了，张总，您误会了，我和您太太真的只是……我转头盯着他，你闭嘴，一个靠卖鸡肉吃饭的，也配在这里装无辜？你说什么？李强怒了，撸起袖子就要冲过来。赵雨欣赶紧拦住他，算了，别冲动。看着妻子护着别的男人，我心里的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了。很好，我点点头。赵雨欣，明天我们去民政局。张磊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。我看着他，从来没有这么冷静过。走出健身房，外面开始下雨。我坐在车里，看着雨滴打在挡风玻璃上，思绪万千。3年前，我还是个月薪8000的小程序员。赵雨欣是公司前台，她说喜欢我的才华，我信了。后来我升职加薪，买了房买了车，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可她什么时候开始健身的？什么时候开始对我越来越冷淡的？我想不起来了。手机响了，是赵雨欣打来的。张磊，你在哪里？我们谈谈好吗？没什么好谈的，求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解释。我挂了电话，开车回家，家里空荡荡的。突然觉得这个花了我200万的房子，就像一个华丽的牢笼。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坐在阳台上。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纪念日，我本来准备了惊喜，没想到惊喜变成了惊吓。下午6点，赵雨欣回来了。她换了一身保守的衣服，化了淡妆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老公，我们谈谈吧。她小心翼翼地坐在我对面。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我连头都不抬。今天的事情真的是误会。误会？我笑了。赵雨欣，你觉得我像傻子吗？她咬着嘴唇不说话。说啊。继续编。我盯着他，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我们没有在一起。没有在一起？那刚才在健身房里演的是什么戏？他低下头，眼泪开始掉。我承认，我对李强有好感，但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好感？我冷笑。结了婚的女人对别的男人有好感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精神出轨。懂吗？
他哭得更厉害了。张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着他梨花带雨的样子，我心里居然一点波澜都没有。这个女人曾经是我的全世界，现在却连陌生人都不如。赵雨欣，明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见。我站起身，今晚我去酒店住。不要！他抱住我的腿。张磊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我发誓再也不去健身房了。重新开始。我挣脱他的手，跟一个精神出轨的女人重新开始。我没那么贱。他跪在地上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但我的心已经彻底冷了。这3年来，他越来越挑剔我的一切，嫌我不够浪漫，嫌我赚钱不够多，嫌我没有肌肉。原来，他心里早就有了标准答案。我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。走到楼下，看到李强的车停在社区门口。这个男人居然还敢来。我走过去敲了敲车窗，他摇下车窗看到我，脸色很难看。张总，滚！我只说了一个字。他看了看楼上的方向，最终还是发动了车子离开。我笑了笑，至少这个男人还没蠢到极点。开车到附近的酒店，办了入住手续，躺在床上，我拿出手机翻看着这些年的照片，曾经那么甜蜜的回忆，现在看来都像是笑话。我删掉了所有关于赵雨欣的照片，包括我们的结婚照，然后给律师发了条资讯，准备离婚协议书，明天要用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反而轻松了许多。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。第二天上午，民政局门口，我到的时候，赵雨欣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她的眼睛红肿，显然哭了一夜。张磊，他看到我，声音哽咽，协议书带了吗？我直接问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档，我不同意这个财产分割。我接过来看了看，冷笑道：房子归我，车子归我，存款平分，这有什么问题？房子是我们共同财产，凭什么全归你？凭什么？我瞪着他。赵雨欣，是你精神出轨在先，你还有脸要房子？我没有出轨。没有。那昨天在健身房的是什么？周围的人开始注意到我们。他脸红了，声音放低：张磊，我们进去再说好吗？不用了。我收起协议书。你不签是吧？那我们法院见。我转身要走，他急忙拉住我：等等，我签还不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我们走进民政局，办理离婚手续。工作人员看着我们的年龄，劝道：你们还这么年轻，有什么矛盾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？赵雨欣抓住这个机会：是啊，张磊，我们再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坚决地说，我们没有挽回的余地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拿到了离婚证。从此以后，我和赵雨欣再无瓜葛。走出民政局，赵雨欣在我身后喊：张磊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没有回头。后悔？3年来最不后悔的决定就是今天。开车回到公司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有些怪异。我的助理小王偷偷告诉我：张总，有人在公司群里说您离婚了，看来消息传得挺快。说就说吧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。下午开会的时候，部门经理刘健故意问我：张总，今天心情不错啊，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。确实很轻松。我如实回答。哈哈，离了婚就是不一样啊。刘健阴阳怪气地说。不过张总，离婚了可别影响工作啊。这个刘健平时就看我不顺眼，因为我比他年轻，却职位比他高。放心，不会影响的。我淡淡的回应。那就好。听说您前妻挺漂亮的。可惜了。我猛地抬头看着他：刘经理，
这是工作时间，我们讨论工作好吗？他讪讪地闭了嘴。散会后，我在走廊里碰到了总经理陈浩。小张，听说你离婚了？是的。陈总，年轻人嘛，感情的事情说不准。他拍拍我的肩膀。不过工作还是要认真对待的。我明白。对了，今晚有个酒局，一起去认识几个朋友。我想了想，好的。陈总，晚上7点。我跟着陈总来到一家高档会所，包厢里已经坐了几个人。陈总给我介绍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张磊。张总年轻有为啊。一个胖子老板笑着跟我握手。哪里哪里，我客气地回应。酒过3巡，大家开始聊起私人话题。张总看起来很年轻，夫人一定很漂亮吧？一个老板问道。陈总替我回答，小张刚离婚，现在是单身贵族。哦，那太好了。胖子老板眼睛一亮。我认识几个不错的女孩子，要不要介绍给张总认识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礼貌地拒绝。别急着拒绝嘛。另一个老板说，男人嘛，总要找个女人照顾生活的。我勉强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晚上10点多，酒局结束，我有些醉了。陈总问我要不要找代驾，我摆摆手说自己能行。开车回到社区，停车的时候差点撞到旁边的车。我摇摇头，觉得自己确实喝多了。上楼的时候，在电梯里遇到了隔壁邻居，她叫苏晴，是个很成功的女律师，经常出入这个高档社区。张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她关切地问。没事，就是喝了点酒。我扶着电梯壁，要不要我扶你回去？不用麻烦了。话莫说完，我就感觉天旋地转，差点摔倒。苏晴赶紧扶住我，你这样不行，来我家坐一会儿，喝点醒酒汤。我想拒绝，但实在站不稳，只好答应了。苏晴的家装修得很精致，简约而不简单。她给我倒了一杯蜂蜜水，先喝点这个，我去给你煮醒酒汤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她忙碌的身影，心里莫名的安定下来。这个女人和赵雨欣完全不同，她身上有一种独立自信的气质。你是因为离婚才心情不好吗？她端着醒酒汤过来。我愣了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？社区就这么大，有些事情传得很快。她坐在我对面，而且我是律师，见过太多类似的案例。我苦笑，让你见笑了。没什么好见笑的。她认真地说，结束一段不合适的感情，是对彼此负责。可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说出心里话。为什么要知道怎么办？他反问。人生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，这有什么不好？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很有意思。谢谢你的醒酒汤。我站起身，我该回去了。如果以后有什么法律问题，可以来找我。他递给我一张名片，接过名片，我看到上面写着苏晴，合伙人律师。走到门口，我忍不住回头，苏律师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他想了想，也许是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不讨厌的男人。这句话让我心里一动。回到家，空荡荡的房子让我觉得有些孤独。我拿出苏晴的名片，反复看着上面的字。也许生活真的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。1周后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。张磊，我想和你谈谈。是赵雨欣的声音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关于房子的事情，我想重新协商。我皱了皱眉，协议已经签了。你想反悔？我有权利申请重新分割财产。他的声音很坚决。你想怎样？要么你把房子卖了，钱一人一半，要么给我100万的补偿。
我差点被气笑了。赵雨欣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好欺负？这是我应得的。应得的？是李强教你这么说的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张磊，你不要太过分，过分的是你。我挂了电话。没过2天，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赵雨欣真的起诉了我，要求重新分割财产。我拿着传票找到苏晴，她正在办公室里工作。苏律师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他接过传票看了看，你前妻挺有意思的，离婚了还不放过你，你能帮我打这个官司吗？当然可以。他放下档，不过我要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。我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包括在健身房撞破奸情的事。苏晴听完后点点头。证据呢？你有什么能证明他精神出轨的证据吗？有视频录影。那就好办了。他露出自信的笑容。这种案子我见得多了，你前妻胜算不大，那就拜托你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他看着我。什么条件？官司赢了以后，你请我吃饭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没问题。接下来的1周，苏晴帮我准备了详细的应诉材料，她的专业能力让我印象深刻，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。张磊，你前妻请的律师是王志强，在家事诉讼方面挺有名的。他告诉我。那我们胜算如何？80%以上。他很自信，除非他能证明房子的首付有他的贡献。不可能，首付是我爸妈出的，他1分钱都没有出。那就没问题了。开庭的前1天晚上，苏晴来我家做最后的准备。她穿着一身职业装，看起来干练又迷人。明天记住，不要情绪化，无论他说什么都要保持冷静。他叮嘱我。我知道。还有，如果他哭闹，你千万不要心软。放心，我对他已经彻底死心了。苏晴看了我一眼。你真的放下了？什么意思？我见过很多男人，嘴上说放下了，其实心里还是舍不得前妻的。我认真地看着他。苏晴，如果我还舍不得他，我就不会坐在这里和你讨论怎么打败他了。他笑了。这样最好。第2天上午，法庭上，赵雨欣穿着一身黑色套装，看起来憔悴了不少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法官宣布开庭后，他的律师王志强开始陈述。法官大人，我的当事人在婚姻期间为家庭付出了很多，现在却因为一点小误会就被扫地出门，这对他很不公平。苏晴起身反驳。法官大人，对方所说的与井号39小误会与井号39是指什么？是指婚内精神出轨吗？王志强脸色一变。对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当事人有精神出轨行为，是吗？苏晴拿出一个平板电脑。请看这段录影。法官和陪审员看完录影后，表情都变得严肃起来。赵雨欣的脸刷得红了，低着头不敢看我。王志强想要狡辩，这只是普通的健身指导。普通的健身指导需要这样的身体接触吗？苏晴反问。法庭上一片安静，接下来的程序就很顺利了。苏晴逐一反驳了对方的每一个论点。最终，法官判决维持原判，驳回赵雨欣的诉讼请求。走出法庭，赵雨欣追上我。张磊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我看着他，平静地说。赵雨欣，是你先绝情的。好了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我转身离开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苏晴追上我，感觉怎么样？很轻松。我由衷地说。谢谢你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请我吃饭？现在怎么样？他看了看手表。好啊，不过要去个好点的地方，毕竟我刚帮你省了100万。我笑了。没问题。你说去哪里？
我知道一家很不错的法式餐厅。走吧。走向停车场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赵雨欣还站在法院门口，看起来孤单又无助，但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有些人，一旦错过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和苏晴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是个很有趣的人。他不仅专业能力强，而且见识很广，聊起天来总有独到的见解。你为什么选择做律师？我好奇地问。因为喜欢胜利的感觉。他切着牛排。而且，我喜欢帮助那些被欺负的人。那你觉得我是被欺负的人吗？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当然，你被你前妻欺负得很惨。我苦笑，确实挺惨的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你自由了。他举起酒杯，为你的新生活干杯，为新生活干杯。酒过三巡，气氛变得轻松起来。张磊，你打算怎么处理那套房子？他问。还没想好，可能租出去吧。我有个建议。他放下酒杯。你可以考虑投资房产，现在市场还不错。我对投资不太懂，我可以介绍几个朋友给你认识，都是做房地产投资的。那太好了，谢谢。不过，他停顿了一下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投资有风险。我明白。饭后，我送苏晴回家，在电梯里，他突然问我，张磊，你对我什么感觉？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他看着我，我是个很直接的人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我想了想，我觉得你是个很优秀的女人，仅此而已吗？电梯到了他家楼层，门开了，他走出电梯，回头看着我，考虑一下，给我答案。电梯门关上了，我的心跳得很快。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想着苏晴的话，说不动心是假的。这个女人身上有种特殊的魅力，但我刚离婚，现在开始新的感情合适吗？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顺其自然。第二天上班，助理小王告诉我一个消息，张总，有个投资公司的老总想见您。什么投资公司？好像叫什么天成投资。老总姓陈。约什么时间？他说今天下午就可以，在君悦酒店。我想了想，好吧，安排一下。下午3点，我到了君悦酒店，在咖啡厅里，我见到了陈总。这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看起来很精明。张总，久仰大名。他热情地握手。陈总客气了。我听苏律师说，您有意投资房地产，原来是苏晴介绍的。确实有这个想法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公司正好有个专案，非常适合您这样的投资者。他拿出一个当家，里面是一个商业地产专案的资料。这是在市中心的一个综合体专案，总投资20亿，现在正在寻找投资伙伴。我翻看着资料，专案确实看起来不错。需要投资多少？最低500万起投。这个数字让我有些犹豫，毕竟是一笔不小的钱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当然，这么大的投资确实需要慎重。陈总很理解，不过我可以告诉您，苏律师也投资了这个专案。苏晴也投了。是的，他投了1000万，这让我有些意外。没想到苏晴这么有魄力。我再考虑考虑。没问题，您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。晚上，我给苏晴打电话，听说你也投资了陈总的专案。是啊，你见过他了？今天下午现的，感觉专案不错。确实不错，我做过尽职调查，风险可控。那我也投吧。500万。你确定？他有些意外。确定，反正放在银行也是贬值。好，那我明天帮你联系陈总。
挂了电话，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开始有了新的方向，投资，新的事业，还有苏晴。也许，离婚并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这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张磊，是我，是赵雨欣的声音。你还有什么事？我想见你一面，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重要的事？电话里说不清楚。你能出来一下吗？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快10点了。明天再说吧。不行，就今晚。很重要。他的声音有些急切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好吧。在哪里见？还是那家咖啡厅。半小时后，挂了电话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赵雨欣这个时候找我，肯定没好事。但既然答应了，还是去一趟吧。半小时后，我到了咖啡厅。赵雨欣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她看起来很紧张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直接问。她咬了咬唇，张磊，我怀孕了。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怀孕了，1个多月了。赵雨欣的声音很小。我的脑袋瞬间有些发懵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孩子是谁的？她低着头，可能是你的，也可能是李强的。我替他说完，他点了点头。我靠在椅背上，感觉有些荒唐。赵雨欣，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想做亲子鉴定。然后呢？如果是我的孩子，你想怎样？他抬起头看着我，张磊，如果孩子是你的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我冷笑了一声，重新开始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为了孩子，为了孩子。我打断他，赵雨欣，你在出轨的时候有想过孩子吗？他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好吧，我同意做亲子鉴定。我站起身，但是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不可能重新开始。张磊，如果孩子是我的，我会承担抚养费，但仅此而已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咖啡厅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心情五味杂陈。如果孩子真的是我的，那该怎么办？但我知道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和赵雨欣复合。有些伤害，一旦造成就无法挽回。第二天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苏晴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她问。先做亲子鉴定，然后再说。如果孩子是你的呢？该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，但其他的免谈。苏晴点点头，这样最好。不要因为孩子就心软。我不会的。1周后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孩子不是我的。看到结果的那一刻，我竟然松了一口气。我给赵雨欣发了条资讯，结果出来了，孩子不是我的，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。他很快回复，张磊，我们真的不能再给彼此一次机会吗？我看了看这条资讯，直接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。有些人真的应该从生命中彻底消失。当天晚上，苏晴请我吃饭庆祝。恭喜你，彻底摆脱了。他举起酒杯，谢谢。我和他碰杯，也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助。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？对了，投资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进展很顺利。陈总说下个月就可以签合同了。那太好了。吃饭的时候，苏晴突然问我，张磊，你现在觉得轻松吗？很轻松，前所未有的轻松。那你考虑过我上次的问题吗？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苏晴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。我认真地看着他，他笑了，终于想明白了。是的，我想明白了。那好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们先做朋友，慢慢了解，不要急于确定关系。我点点头，这样最好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
我和苏晴经常一起吃饭、看电影、聊天。我发现她真的是个很特别的女人，独立、智慧、有主见。和她在一起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处理工作，助理小王急匆匆地跑进来：“张总，不好了！”“怎么了？”“您前妻来公司了，在楼下大厅闹呢。”我皱了皱眉：“赵雨欣怎么又来了？她在闹什么？”“说您是负心汉，抛弃了怀孕的妻子。”我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。算了，我下去看看。来到大厅，果然看到赵雨欣在那里哭闹。她肚子已经显怀了，看起来确实像个被抛弃的可怜女人。围观的同事们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张磊，他看到我，立马冲过来：“你怎么能这么绝情？赵雨欣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我压低声音：“我在告诉所有人，你是个什么样的男人。”他歇斯底里地喊：“够了！”我厉声说道：“你再这样闹，我就报警了。报警就报警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。”就在这时候，苏晴出现了。她穿着一身职业装，气场强大。“这位女士，请问您在这里闹事是什么意思？”苏晴冷冷地问。“你是谁？”赵雨欣警惕地看着她。“我是张磊的法律顾问。”苏晴拿出一份道：“这是法院的判决书，您已败诉。如果继续骚扰我的当事人，我们将追究您的法律责任。”赵雨欣看到道，脸色变得苍白。“还有，这里是私人场所，您无权在此闹事。”苏晴继续说道。“保安，请这位女士离开。”保安立马上前，架着赵雨欣往外走。“张磊，你会后悔的。”他在被拖走的时候还在喊。危机解除后，围观的同事们散开了。我看着苏晴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“谢谢你。”“不客气。”他整理了一下衣服。“不过你前妻挺能折腾的，让你见笑了。”“没关系，我见过更能闹的。”他笑了笑。“走吧，请我喝杯咖啡，当做出场费。”我也笑了，没问题。和苏晴一起离开公司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有个厉害的女人在身边，真的很有安全感。也许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感觉。1个月后，我和苏晴的关系越来越近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见面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讨论工作。她的智慧和独立深深吸引着我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她。这天晚上，我们在她家里一起做饭。“张磊，你知道吗？和你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”她一边切菜一边说。“我也是。”我在旁边帮她洗菜。“苏晴，我想正式和你交往。”她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过身看着我。“确定吗？”“确定。”我认真地说。“我想和你有个未来。”她笑了。“好吧，那我们就正式确定关系。”那天晚上，我们拥抱接吻，确定了恋人关系。躺在她的床上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安全感和幸福感。这个女人真的很不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陈总打来的。“张总，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您。”“没关系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我们的专案出了点问题，需要和您面谈一下。”“什么问题？”“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您能来一趟吗？”我看了看时间，还是早上7点。“好吧，我马上过去。”苏晴醒了，问我怎么了。陈总说项目出了问题，我去看看。要我陪你去吗？”“不用，你再睡一会儿。”1个小时后，我来到陈总的办公室，他看起来很焦虑，满脸愁容。“张总，我们的专案被政府叫停了。”“什么？为什么？”“说是环评不过关。”
要重新审批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500万就这样打水漂了。那我们的投资怎么办？正在想办法，但可能需要等很长时间。多长时间？至少1年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感觉天塌了一样。500万虽然不是全部身家，但也是我大半的积蓄。陈总，您当初不是说风险很小吗？确实是这样。这个变故谁都没预料到。他无奈地摇头。张总，我也损失惨重，投进去2000万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现在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我正在联系关系，看能不能疏通一下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暂时没有，您就等消息吧。走出陈总的办公室，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就是投资的风险吗？来得这么突然。我开车回到苏晴家，她已经起床了，正在准备早餐。怎么样？她看到我的表情就知道不妙。专案被叫停了，钱可能要不回来了。她愣了一下，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把陈总说的话复述了一遍。苏晴听完后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这个陈总有问题。她断然说道。什么意思？我投资的时候，他说这个专案所有手续都齐全了，现在突然说环评不过关，这不对劲。我心里一惊，你是说他骗了我们？很有可能。苏晴拿出手机，我现在就去查一下这个专案的真实情况。2个小时后，苏晴打来电话。张磊，你马上来我办公室。怎么了？查到了，这个陈总是个骗子。我立马开车赶到苏晴的律师事务所。情况怎么样？这个所谓的天成投资公司根本就是个皮包公司。苏晴递给我一份资料，而且陈总的真名叫陈伟，有诈骗前科。我看着资料，手都在发抖。那个专案也是假的，专案是真的，但他没有投资权，真正的开发商根本不认识他。我瘫坐在椅子上，感觉被人狠狠打了一棍子。我们的钱，他卷款跑了。苏晴的声音很冷。我刚才去了他公司，人去楼空。我闭上眼睛，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500万，就这样被骗走了。苏晴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，不是你的错。他坐在我身边，这个骗子很专业，连我都被骗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报警，然后起诉。他坚决地说。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骗子。当天下午，我们一起去了派出所报案。原警录了口供，说会立案调查，但我知道，想要把钱追回来，希望渺茫。这些年的积蓄，就这样没了。晚上，我和苏晴在家里喝酒。张磊，你还好吗？他关切地问。还能怎样？认栽呗。我苦笑着喝了一口酒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不要太难过。500万不是小数目。我摇摇头。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了。什么人财两空？先是老婆跟别人跑了，现在钱也被骗光了。苏晴听了，突然笑了。你还有我呢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是啊，我还有他。苏晴，你不会因为我破产了就离开我吧？我半开玩笑地问。你想什么呢？他白了我一眼。我又不是为了你的钱财和你在一起的，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你这个人。他认真地说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好男人难找。我被他逗笑了。你这是在夸我吗？当然是在夸你。我把他拉到怀里。苏晴，有你真好。肉麻，他嗔道，但没有挣脱我的怀抱。虽然被骗了500万，但我觉得能在最低谷的时候遇到苏晴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得有失。失去了金钱，
但得到了真爱。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2个月后，警方传来消息，陈伟被抓了，但钱已经被他挥霍得差不多了，能追回来的很有限。我的500万，最后只追回了80万。虽然损失惨重，但至少这个骗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这段时间，苏晴一直陪着我，帮我走出阴霾。她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我，还在事业上给我建议。张磊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创业？有天晚上，他突然问我，创业？我现在哪有资本创业？不一定需要很多资本。他说，以你的技术能力，完全可以做个软体外包公司。软体外包？对，现在很多企业都需要定制软体，市场很大，可是我没有客户资源，我可以介绍一些给你。他信心十足地说，我的客户中有不少企业，都有这方面的需求。他的话让我心动了。这些年在公司工作，我确实积累了不少技术经验，而且做自己的事业，总比给别人打工有前途。你觉得我应该从公司辞职吗？当然，你这么有才华，给别人打工太可惜了。第2天，我向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。部门经理刘健得知消息后，幸灾乐祸地说，张总这是被骗怕了，不敢投资了，要自己创业啊。我懒得理他。总经理陈浩倒是挽留了我一下，小张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现在创业不容易。考虑清楚了。陈总，那好吧，祝你成功。办完离职手续，我正式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。苏晴说得对，他确实给我介绍了几个客户。第一个专案是帮一家律师事务所做案件管理系统，价值20万。虽然不多，但对刚起步的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租了个小办公室，买了设备，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。苏晴经常来看我，有时候还会带些吃的给我。你看起来气色不错，她说，比在公司的时候精神多了。确实，做自己的事业感觉就是不一样。那你后悔投资被骗的事吗？我想了想，不后悔。如果不是那次被骗，我可能永远不会有勇气出来创业。这就对了。他笑了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就在我专心发展事业的时候，意外又发生了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里编程，突然有人敲门。开门一看，竟然是李强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警惕地问。张哥，我想和你谈谈。他的态度很诚恳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是关于雨欣的事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皱了皱眉。他又怎么了？他生病了，很严重的病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病？癌症。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时间。虽然对赵雨欣已经没有感情了，但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还是有些震动。他为什么不自己告诉我？他不感谢你。李强低着头。张哥，我们都对不起你，但雨欣真的很后悔。后悔有什么用？他想在走之前见你最后一面，求你原谅他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理智告诉我，不应该再和赵雨欣有任何瓜葛，但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丝不忍。毕竟3年夫妻，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时光。他在哪里？我最终还是问了。市人民医院，肿瘤科。我知道了。李强走后，我坐在办公室里思考了很久，去还是不去。最终，我还是决定去看他一眼，不是因为还有感情，而是为了给过去画个句号。当天晚上，我来到医院，赵雨欣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瘦得不成样子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张磊，你来了，听说你病了。我在床边坐下。是啊，报应来了。
他苦笑了一下。张磊，我对不起你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他眼中含着泪水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个女人，曾经是我最爱的人，现在却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。我原谅你，我轻声说道。他听了，眼泪滚滚而下。谢谢你，张磊，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的原谅，但我真的很后悔。好好养病吧。我站起身，我该走了。张磊，他叫住我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？很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他闭上眼睛，我只希望你能幸福。走出病房，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人生真的很无常，谁能想到，半年前还在健身房里缠绵的两个人，现在一个躺在病床上等死，一个却在外面自由呼吸。也许，这就是命运吧。回到家，苏晴已经在等我了。你去哪里了？他问。去看了一下前妻。我如实回答。他的表情有些微妙，怎么突然去看他？我把李强来找我的事说了一遍。苏晴听完后，点了点头，看来他的报应来了。苏晴，你不生气吗？为什么要生气？他反问。我又不是小气的女人。谢谢你理解，不过下次这种事，你要提前告诉我。好的，我点点头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拥抱着睡住了。我觉得，有个理解自己的女人，真的很幸福。3个月后，赵雨欣去世了。李强给我打电话通知了这个消息。我没有去参加葬礼，但买了一束花让人代为送去。从此以后，我的过去彻底结束了。赵雨欣去世后，我彻底放下了过去的包袱，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。公司发展得很顺利，业务越来越多，我也招了几个员工。苏晴经常夸我有商业头脑，说我迟早会成功。这天上午，我正在办公室里开会，助理小刘急匆匆地跑进来。张总，门口来了一群人，说要见您。什么人？看起来像是要债的。要债？我皱了皱眉，最近并没有欠谁的钱啊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很快，7、8个人走进了会议室，为首的是个光头男人，看起来很凶。你就是张磊？是我。你们找我什么事？赵雨欣欠我们的钱，现在他死了，这笔债该你还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和他已经离婚了。离婚？光头冷笑。我们不管你们离不离婚，反正这钱你得还。他欠了你们多少钱？连本带利？100万。我被这个数字惊到了。100万？他借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治病呗。癌症治疗很花钱的。我心里一沉，没想到赵雨欣治病居然借了高利贷。不好意思，他的债务和我没关系。我冷静地说，请你们离开，别想跑。光头一拍桌子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说了，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他的债务我不承担，那可由不得你。几个人围了上来，气氛变得紧张。就在这时候，苏晴出现了，她穿着一身正装，气场很强。几位，这里是私人办公场所，请你们离开。你谁啊？光头不屑地看着他。我是张磊的法律顾问。苏晴拿出一份档。根据婚姻法规定，夫妻离婚后，个人债务互不承担。法律？光头笑了。我们不跟你讲法律。是吗？苏晴冷笑。那我只好报警了。他拿出手机，开始拨号。光头见状，脸色变了。算了，我们走。他对手下说道。不过张磊，这事莫完。一群人走后，苏晴关上门。你没事吧？他关切地问。没事，谢谢你。
这些人很危险，你要小心。我知道，不过他们说的对，欠债还钱。什么意思？苏晴瞪大眼睛，你不会想替他还债吧？100万而已，我还得起。你疯了吗？苏晴生气了，他的债务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毕竟是夫妻一场。夫妻一场？苏晴打断我，张磊，你清醒一点。他背叛你的时候有想过夫妻情分吗？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。而且，你以为给了钱他们就会放过你？苏晴继续说，这种人最贪心了，给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。他说的对，我确实有些感情用事了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报警，然后搬家。苏晴坚决地说，离这些人远一点。当天下午，我们就去派出所报了案。原警说会处理，但建议我们最好搬到安全的地方。考虑到苏晴的安全，我决定暂时搬到她家住。这样好吗？我们还没结婚就住在一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些？苏晴白了我一眼。而且，我们迟早要结婚的。听到结婚2个字，我心里一暖。苏晴，你是在求婚吗？想得美。她脸红了。是你求婚才对。我笑了，把她抱在怀里。那我现在就求婚。苏晴，嫁给我好吗？没有戒指的求婚不算数。那等我买了戒指再正式求婚。她笑着点点头。搬到苏晴家住了一段时间，那些要债的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看来报警还是有用的。我的公司也发展得越来越好，已经有10几个员工了。苏晴建议我把公司搬到更好的写字楼，提升一下形象。现在有实力了，就要让客户看到你的实力。他说，我觉得有道理。就在市中心租了1层办公楼，新办公室很气派，员工们都很兴奋。搬家那天，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型庆祝会，苏晴也来参加了。她穿着一身红色礼服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老板娘真漂亮。员工们起哄，苏晴脸红了，但看起来很开心。酒过3巡，我站起来发言，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，公司能有今天，大家都有功劳。但是，我最要感谢的是苏晴。我看着她，没有她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所以，我想在这里向她求婚。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戒指，单膝跪下。苏晴，嫁给我好吗？全场安静了几秒钟，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苏晴眼中含着泪水，点了点头。我愿意。我给她戴上戒指，她主动亲吻了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经历了背叛、被骗、要债，我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，要经历很多磨难，才能遇到对的人。求婚成功后，我和苏晴开始筹备婚礼。她说要办一场简单而有意义的婚礼，不要太铺张，我们把钱省下来，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她说，我很赞同她的想法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明白了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不是金钱，不是排场，而是身边这个爱你的人。婚礼定在1个月后，就在苏晴最喜欢的那家酒店。我们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，大概50个人左右。这段时间，公司的业务也发展得很好。我接到了一个大专案，是为市政府做一套办公自动化系统，价值300万。这个专案不仅能带来可观的收入，还能大大提升公司的知名度。你现在算是成功人士了。苏晴开玩笑地说，月入几10万，还有自己的公司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我拉着她的手，如果没有你的支持，我不可能走到今天。别这么说，成功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不管怎样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
他笑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是最佳拍档。就在我们忙着筹备婚礼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我们的计划。这天上午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张磊先生吗？是我。您哪位？我是市检察院的，关于陈伟诈骗案有新进展，需要您配合调查。我心里一紧，什么新进展？我们发现这个案子涉及金额更大，可能还有其他受害者。那我需要做什么？请您明天上午到检察院一趟，带上相关证据。挂了电话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苏晴。看来这个陈伟的胃口比我们想象的还大。他分析道，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婚礼？应该不会，配合调查而已。第二天，我来到检察院，检察官告诉我，陈伟的诈骗金额高达2000万，受害者有10几个。张先生，您提供的证据很重要，有助于我们定罪。那能追回多少钱？这个很难说，要看他的资产情况。配合完调查，我心情复杂地离开检察院。2000万的诈骗案，我的500万只是其中一小部分。这个陈伟真是个大骗子。回到公司，我发现气氛有些不对，员工们都聚在一起，小声议论着什么。怎么了？我问助理小刘。张总，网上有人发帖子，说您的公司是诈骗公司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？小刘拿出手机给我看，果然有个帖子在传播我公司的负面消息。帖子说我曾经被诈骗，现在开公司也是为了诈骗别人。虽然内容胡编乱造，但影响很坏。查到是谁发的吗？ IP 地址显示是网吧，查不到具体的人。我皱了皱眉，这件事很蹊跷，是谁要害我？晚上回到家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苏晴，肯定是有人故意的。她分析道，你最近有得罪什么人吗？我想了想，突然想到一个人，刘健。谁？我原来公司的部门经理，他一直看我不顺眼。有可能，这种人最爱落井下石。可是我怎么证明是他？不用证明，我有办法。苏晴神秘地笑了。第二天，苏晴告诉我她的计划，我让朋友在网上发了个帖子，澄清了事实，并且警告造谣者承担法律责任。这样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而且我在帖子里说了，如果造谣者主动道歉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果然，第二天就有人在网上道歉了，而且很巧， IP 地址就是刘建筑的社区。这个家伙还真是。我冷笑了一声，算了，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苏晴劝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她说得对，还有1周就要结婚了，不能让这些小人影响心情。这几天，我们忙着最后的准备工作，订花、订蛋糕、安排座位，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到。苏晴的朋友们也来帮忙，大家都很兴奋。苏晴，你真幸福。她的闺蜜说，张磊看起来是个很靠谱的男人。是啊，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还能在一起，说明你们是真爱。听到这些话，苏晴笑得很甜，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。她看着我，能遇到他真好。我心里暖洋洋的。经历了那么多波折，我们终于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。婚礼前一天，我们在酒店做最后的彩排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明天就是我们的大日子了。紧张吗？苏晴问我。有一点，我如实回答。你呢？也有一点。她笑了，不过是高兴的紧张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各自回家休息，躺在床上，我想着明天的婚礼，心里满怀期待。这一次，不会再有人来破坏我的幸福了。婚礼当天，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。我早早起床，在酒店做最后的准备。
兄弟们也都来了，帮我整理仪容。张哥，今天你是最帅的新郎官。发小小张说，谢谢兄弟们的支持，我很感动。苏晴在另一个房间里化妆，我们约定在仪式开始前不见面。上午10点，婚礼正式开始。我站在台上，看着苏晴缓缓走来，她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美得像天使一样。那一刻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这就是我要托付终生的女人。你愿意娶苏晴为妻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都要爱她，照顾她，保护她吗？主持人问道。我愿意。我大声回答。你愿意嫁给张磊为妻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都要爱他，支持他，陪伴他吗？我愿意。苏晴的声音很坚定。我们交换戒指，亲吻拥抱，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恭喜新郎新娘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经历了那么多磨难，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和宾客们一起庆祝，大家都很开心，气氛很热烈。张磊，你真的很幸运。一个朋友说，苏晴是个好女人。我知道。我搂着苏晴的腰，我会珍惜的。晚上，我们回到新房，这是我们一起装修的房子，温馨而舒适。老公，苏晴叫我，声音很甜。老婆，我也叫她。我们拥抱在一起，感受着彼此的温暖。张磊，我爱你。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。我也爱你。苏晴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聊了很多，聊过去的经历，聊未来的计划，聊我们的梦想。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想过会这么快结婚。苏晴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事业型女人，不适合婚姻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觉得，事业和家庭可以兼得。他看着我，只要有对的人。我吻了吻他的额头。苏晴，谢谢你给了我新的生活。应该是我谢谢你。他笑了。是你让我相信了爱情。第二天，我们没有去度蜜月，而是继续工作。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好，我们又接了几个大专案。苏晴也很忙，她的律师事务所生意兴隆，但无论多忙，我们都会抽时间陪伴彼此。工作很重要，但家庭更重要，这是我们的共识。半年后，苏晴怀孕了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要当爸爸了。我抱着她转圈。小心点，别把孩子转晕了。她笑着说。从那时起，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。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她感觉怎么样，有没有不舒服。张磊，你太紧张了。她有时候会抱怨。我只是怀孕，又不是生病，那不一样。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宝贝。她被我逗笑了。9个月后，我们的儿子出生了。看着这个小生命，我的心都要融化了。他长得像你。苏晴虚弱地说。不，他长得像你，一样漂亮。我轻轻抱着儿子，发誓要给他最好的生活。现在，我有了完整的家庭，成功的事业，还有深爱着我的妻子。想想3年前，我还是个被妻子背叛、投资被骗的失意男人。现在，我已经彻底翻身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低谷就有高峰。重要的是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要放弃希望。只要坚持下去，总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看着窗外的夕阳，我搂着苏晴和儿子，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激。感激命运让我遇到了苏晴，感激那些磨难让我成长，感激现在拥有的一切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一个关于背叛、欺骗，但最终找到真爱的故事。
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只要有爱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